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当高市早苗喊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中日两国吵翻天了，甚至中国的解放军直接呛下非常大声，我要把日本全国都可能沦为战场，甚至要求中国人民你不准去日本，你也不准去留学。现在中日两国的局势已经在升级当中，但是照这个情势来说，中国应该会弥漫着一种爱国主义，但更奇怪是什么？中国人完全没有理。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是日本的媒体到了中国的机场去看，要到日本的飞机，人还是一大堆啊，机场都塞爆了。甚至在中国上映的《鬼灭之刃》，短短3天竟然收获了3亿人民币的票房，这让我们大家觉得非常怪。而这个非常怪的答案，今天《纽约时报》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今天标题用的非常明白，他说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什么叫外强中干让祖国人感到绝望？等于是爱国主义对现在中国人来说行不通了。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早就看过你中国政府的手脚，现在要缺的是什么？现在缺的是经济。你不能用你经济不好的时候来把这个狐假虎威的身世直接拿了出来。对中国人民来说，经济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能不能吃饱比什么都重要，比所谓的民族主义喊得再大声都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志彤，中日两国这几天，局势突然直接上涨，我心里想吓一跳。中国不管是一些媒体人，甚至解放军，我刚特别讲一句话，第一次听到解放军说什么，你日本敢干涉的话，我要把你全国都当战场。心想你玩真的假的？对，没错。实际上这几天的时候呢，中国跟日本的局势突然之间拉高。那为什么突然之间拉高？因为很简单，因为高市的一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呢，让整个中国完全气炸。中国从什么解放军啊，然后外交部啦，然后包括国台办啊，然后这个人民日报啊，这个所谓中央电视台，全面的批评这个高市早苗，都在轰炸。不止批评高市早苗，现在还说什么？中国人现在不要去日本玩了，因为日本太危险了。然后同时之间还要举行什么实弹演习，让国际媒体就这样评论。为什么？因为像前一阵子川普不是来到亚洲访问吗？对，他跟高市早苗一起登上美国的军舰，然后他还跟他说什么？他私底下跟他说：“高市这样子，你要什么呢？我就给你什么。你要买什么，你只要跟我讲，我就给你什么。”一张空白支票递给这个高市早苗。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大我得挺你啦。所以我挺你的时候，你看高市现在怎么想？当然，我就把我日本的立场讲得非常清楚嘛。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的确是川普给了高市早苗有这样的胆量。所以我觉得有人就说他是授权给其他盟友打台湾牌，也就是说外包组合，把这种贺主的这个外包给日本，由日本你来讲。我美国自己不讲，所以当时我们以为川崎会的时候，连台湾的问题都没有提到，对，结果现在懂了，你是外包给日本，对，让日本，所以等于什么？川普还是要打是台湾牌啊。不过我们就讲，因为这一期的这个中国又开始玩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祖国牌，玩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牌。过去如果玩这一张牌的时候，赵和是很有用的，对。可是你看最近玩不起来，为什么？你看《纽约时报》中文版就说一个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也就是说没有错。你一直说我们要打鸡血，让我们国民能够这个振奋起来。问题是赵和经济已经坏了那么多年。很多中国民众来说的话，已经生活觉得苦哈哈了。我连饭都没办法吃饱那你跟我说什么啊？祖国怎样怎样？你要跟日本怎样怎样？算了吧，我都先去找个工作再说吧。我先有的下一单再说吧。现在反而他们对这个事不理不睬，有点冷淡。所以我在说，尤其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大家又开始揭露，中国的房地产又出问题啦，中国很多都是暴雷。所以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话，的确中国是非常态度非常强硬的。你看中国这几天连续批，甚至最新的消息，李强就说：“哎呀，我在G20的时候，我们要跟日本领导人见面的机会啊。”李强直接讲，我连见都不会见。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抗日的。对，中国官方立场很强硬，但是民间呢，似乎是
冷淡看待的一个局面了。那事实上，这个言论来说啊，是针对所谓的议员问他，就是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这个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紧急事态，什么时候可以启动所谓的自卫队？他就说，如果台湾有事，就假设发生紧急事态，他就说随时会变的。他说，如果台湾进行所谓武力攻击，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还要以战舰进行海上封锁，伴随着其他手段的时候，就可能构成武力行使。所以他就讲这样，他是讲了一个事态是这样，另外一个事态是说，假设美军遭到攻击的时候，美日同盟我必须要出动这个自卫队嘛，所以他就这样讲。可是他这样一讲的时候，照我这问题在哪里吗？过去日本首相从来没有人敢讲得这么的白，没有错，日本人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这样讲。但是高市呢，我就讲这个川普这个在美利坚号上面给你瞪你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对，那你知道高市早苗当然就这一次了，就把它讲出来。那讲出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用？照你知道吗？高市早苗现在的民调是往上冲啊，对，所以他也知道啊，跟中国紧张的时候，有时候对民调是有用。现在不是还传说什么日本自民党准备要提前改选，用高市早苗搞单独过半啊？所以在某些程度来说，他也知道这个牌是可以打的嘛。对，所以说他们也都在打这种台湾牌，打这种中日紧张牌啊。好，那这样中国当然看不下这口气嘛，气炸了，气啊，对啊，他气死了。他说什么？你看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海事局说什么？我们要实弹发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讲，我们从11月17号到11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做个实弹发射演练，连续3天我在黄海，对，是不是实弹演练？对，那黄海这个地方来说啊，当然某些程度来说，其实黄海距离南海是比较近的，距离日本比较远，但是他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我不欢喜啊，我北宋列恭维啦，他就这样子直接给你表态嘛，哈。那当然日本就是冷言相待。不过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巡署呢，这个15号在大陆进行所谓的联合战备巡演的期间呢，就发现什么？一艘陆籍的这个渔船在台北港的西北方的28海里出现着火。不是，你还失火？你不是在军演吗？对，好，那因为军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忙着军演呐。那中国的渔船失火了，没办法救，我方人员，我们的新竹舰呢，还是冒着恶劣的海象去救。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中日紧张，你看，我要这个调动海警，我要去演练这样状况，就他们自顾不暇，说我们台湾还去救他们。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啊，其实我觉得高市早苗很简单，他戳破了中国最不安的那个感觉，什么感觉？美日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绝对是中国最深的恐惧感呐。对，石董，你看。他现在除了军演外，你看到他对中国人民实施最快的方法是什么？不准去日本。你看，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中国游客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我在跟日本开战的时候，你们都不能去。对，没错。他说什么？日本呢现在很危险啦，你不要去了。照那过去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一定在网友刷一排。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骗。有啊，你看有啊，你看，对，真的有这么多人。对，好，他说退日潮真的要来了，真的就刷一排。你看这是什么？申请退票，他就是去日本的啊，申请退票，你看退了这个1000块人民币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就说我们退日潮。但很多人在网络上晒，问题是这一次晒的这个程度并没有以前的多，就是说几个人晒一下，不是那种全民总动员的状况嘛，哈。那不是全民总动员，私底下有人晒。但是我们要看实体嘛，中国都说你卖气啊，对不对？然后就好看机场的状况嘛。然后日本的朝日新闻的记者就到这个上海的浦东机场，因为浦东机场算是很多这个上海或者很多中国游客会去日本玩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场嘛。他就看到去日本的观光客还是很多啊，然后对啊，人还那么多，对啊，然后他还随机访问了这个日本这个中国旅客，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中国外交部的警告？他说知道啊，但是我说我对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对政治没兴趣，我不会改行程，我还是照样要去，还跟中国政府唱反调。这也太久了吧？对，好，那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游客还是照样去。好，那尤其是对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比较尴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个《鬼灭之刃》之前的这个无限城这一篇来说，在台湾票房很好啊，对不对？那现在中日紧张局面的时候，看什么《鬼灭之刃》？看什么《鬼灭之刃》？看中国人哪吒怎么看《鬼灭之刃》呢？就没想《鬼灭之刃》在中国依然热卖，他们还是大家跑进去电影院去看啊。
就超多的，它票房3天就飙破3亿人民币啊，而且几乎很多都是满场啊，大家根本没有在看。中日紧张的关系之下，我们之前还说什么中国电影已经惨了，已经没了，已经凉了，对，电影院没有人，是你骗我，这人那么多，对，而且大家还去看 IMAX 啊，看比较好的这个版本啊，所以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那好，然后日本还去问这个日本媒体还去问这个中国游客啊，中国游客说没有啊，这个人家不是说日本治安很差吗？我没有在意，我觉得日本很安全啊，这样的状况。然后再问这个在日本游玩的这个中国旅客，问他说：“你们现在这个中日紧张，你在这个日本会觉得危险吗？”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为了想住在日本啊，所以觉得没有。”等一下，他还能回国吗？直接这样抢出来？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就是目前为止中国民众他就反正那国家归国家，我还是归我自己啊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这个龙数量不是之前有个末日的这个预言嘛？哇，日本今年又完蛋，就没想今年以来的话，7到9月之后，中国旅客大幅超车了，已经大幅超车别人了。你看，分别是97万，就是7到9月97万、101万、77万，韩国是67、66、67，那68、67，那台湾和韩国来说的话是60、62、52，所以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你看就变成是。中国旅客变成第1名，对，所以等于是中国还是照去玩啊，他根本就不管什么中日紧张。那为什么会无关痛痒？我就说问题出在经济，如果你经济搞得起来，那当然没问题嘛。可是你看最新的一个数据，这个中国的这个2025年的上半年呢，它的 GDP 数字，中国这个欧盟是19.99兆美金，然后中国是19.23兆，所以呢。今年来说的话，是欧盟的这个经济呢，它反超了这个中国的一个状况。所以竟然欧盟黄金交叉了中国，对，没错，中国不说是第2名吗？对啊，所以现在经济比欧盟还差了，那就告诉你这个中国的经济真的是有在往下降。你看这2条线，这2条线来说的话，你看欧盟是这样低一档之后往上，那反观中国是高档往下，对，所以你要这个势头来讲的话，对中国似乎是比较不利的哈。那除了比较不利来说之外，你看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看中国的这个很多人呢，而且你看到网易他们的新闻网里面，他直接把这件事讲非常白。他说中美欧上半年 GDP 出炉，美14.93万亿领跑欧盟9.97万。中国呢？对，就这3个字，中国呢？是，所以等于是现在人民也想要问，对，没错，我们经济要烂到什么时候？网络上很多人在照理说你这种文章怎么能在中国出现嘛？哈，那我就讲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人民对于这个中国说你要打鸡血，我们要跟日本对抗，大家无感呢？第一个，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个外卖员，那他去送外卖，那你想说那他是谁？他是中国的医师啊？为什么？因为医师目前为止来说，薪水对半砍，很多医师现在只能够去跑外卖，去兼个差。好，那除了中国的医生去送美团外卖，对，没错。那我们之前不是讲吗？中国今年不是很多学校，我们之前讲黑龙江啦，什么长沙啦，这个四川一大堆学生毕业之后，他要去就业，没有人要就业，甚至还怎么？甚至还这个谎报他自己的学历，把他谎报低报，甚至你要履历能够丢进去来说，你才算成功。他手上拿着一大堆，每一个人都要去递到他手上，是啊，太难了，他要去穿越，要爬过去的。对，所以他们连第一个履历都这么的困难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看重庆的这个为什么前一阵子来说话有什么无差别的冲撞事件？你看这是一个重庆的行长，他就开车无差别的冲撞别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觉得，我的目前为止我薪水不保，我心情相当的难受。他是重庆银行的行长，对啊，等于是他的生活已经在金字塔顶端喽。结果他还是这种，我们之前讲中国有很多经济差或者对社会没有那么满的时候，对，有限中的事件。是，我从来没想到怎么会是中国重庆的行长，对，银行行长做这样的事情。对，你可以试想吗？台湾的银行的行长干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对啊，不太可能嘛。你压力到底多大？那为什么压力这么大？第一个，因为最近中国在公布财报，很多银行的确营运不好。在中国房地产在往下的时候，其实呢，对中国的银行也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好，因为中国经济不好，所以你看《纽约时报》就直接讲非常清楚啊，民众的失望情绪加剧了这个贫富的差距。对，那导致大众对那些被认为利用经济或是政治关系获得人心的人的心生怨恨，而大多数人却面临着前途渺茫的困境。所以他才会形容这个叫外强中干。那今年他们不是还大规模的办了所谓的相关的这个2战的
二战胜利的这个大阅兵，又花了很多钱，对，花了很多钱的时候，大家就不爽啊，就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里面非常多，他说什么？许多人公开质疑，为何这笔钱不用于解决一般民众的疾苦？对啊，过去这一种军演，这一种所谓的这种阅兵式，大家应该很嗨啦。对啊，结果大家说你办那么大好吗？我们都吃不太饱。对啊，既然有这种声音，因为这也花了好几百亿的这个人民币嘛，那也花了不少钱。那你为什么不拿来给中国民众吃饱一点点呢？所以告诉你什么？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确在走一个下坡，走下坡的时候呢，我就讲人民都有点人饿肚子的时候呢，你要跟他用所谓的这个国家主义来说服他，我觉得这个说服力道会越来越弱。廷尉，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高市竟然把这句话直接讲了出来？后面是谁？今天很多的媒体都写作，就是有美国在后面去帮忙嘛。我们刚刚形容是什么？这个叫外包贺组。外包贺组为什么会今天一直讲这个字眼？是因为为什么？今天美国驻日的大使今天竟然对薛健讲的话，他发文了，他说等于什么？中国就是狗。他说薛健是狗啊，而且还是真的假的？而且还是没有训练好的狗啊！没有训练好的狗。训练好的话，那当然主人叫你叫你就叫啊，主人叫你不叫你就不要叫，结果你就随便乱叫。这个叫什么？没有训练好的狗。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在国会备询的时候就在讲一件事情啊，人家是在问什么？问说你中国的军舰去封锁台湾的时候，日本怎么办？啊，你要嘛中国就不要做这个动作嘛，你就不要来封锁台湾嘛。你军舰的话不封锁台湾，人家怎么可能会跟你这样子呢？所以其实事出有因的，搞不清楚状况，然后随便乱叫一通。所以廷尉，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事情，这个叫外包贺组之外，还有一个讯号是什么？今天日本他特别在讨论一件事情，叫什么？无核三原则。这无核三原则让我们吓一跳是什么？今天我的确不制造，我也不拥有。但不代表我不能运进来，这代表美国的核武器真的可以进来日本，也难怪高市是有底气的嘛。刚好运用这一招，现在中国不是说好像耀武扬威，准备要想要去打日本吗？说把日本整个地方都变成什么的战场，不是吗？啊，刚刚好啊，你就给高市早苗不是送了一个礼物给你吗？就是说送了礼物给他，就是说今天来讲，日本都在讨论什么呢？非核三原则。这非核三原则是以往二战之后呢定下来的，因为他们是原爆的受害者。那今天川普到南韩去，打开了南韩的捆龙锁，说你南韩也可以制造核动力的潜水艇。日本有没有在想？日本绝对在想。韩国可以，为什么日本不行？对不对？那日本来讲的话，技术也有啊，资金也有啊，什么都有啊。现在就什么非核三原则当中最后一个，至少是不运进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让未来美国的核子保护伞都可以 cover 掉日本。所以今天高市早苗，我觉得顺势而上。你今天中国想要这样搞我，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再来搞回去给你。所以你中国越施压我，我反而法案我推的越顺，是推的最顺，然后推的跟美日结盟更顺，然后更加来讲把日本的捆龙锁又打开。所以你中国现在来讲的话，可能错步步错。为什么？你薛健讲这个话出来之后，后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人家讲圣诞礼物？对，因为你送了一个大礼给高市，也送了一个大礼给美日同盟的。这时候他们真的就去讨论这事情。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落实在老百姓的部分来讲的话，的确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民众呢，到日本去之后，就变了另外一个样。你看到，竟然在那个马路上挥着5星旗啊！这个东京的街头，我看错，这中国男子在东京街头。这画面这应该不是 AI 吧？不要骗我！不是 AI， 它是太大胆了。而且网络上还留言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在人家的国土上面在挥旗子，而且你在大马路上挥这个旗子，有任何意义存在吗？对，你去占领吗？还是你是怎样啊？宣扬国威吗？看起来只是挥个旗子而已哦。另外来讲，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辣妹啊，在东京的街头就打那个警察，你知道吗？竟然人家来执法取缔的时候呢，竟然在那边殴打这个警察还有呢，这个日本中国的大妈呢，在日本呢也插队，然后人家来劝阻他的时候，他还动手推人对啊，这群人也太可怕了吧？对啊，所以说不守秩序嘛。还有另外就是在成田机场的时候，也发现到中国的观光客竟然带猪肉要进入到日本啊。当然这个本来就有非洲猪瘟的疫区来讲，你要进到日本，人家就不让你进啊。然后你在那个机场里面大吵大闹，甚至还没有跪下地上那边大吵大闹以后，还有在河口湖也发现到中国的男子跟那个巴士的这个什么司机那边叫嚣。
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日本民宿业者也发现到说有中国观光客在那边乱搞，那里面来讲的话，有很多大量的垃圾。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整个在日本的那个名誉风声啊，不是那么好。现在来讲的话，不去也好啊，大家可以恢复它的观光品质啊。那现在有很多东亚很多其他的有日的国家，大家包含台湾哦，大家跃跃欲试哦，赶快要到日本去旅游。所以这是为什么高市今天跟中国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民调反而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大堆的画面上面，日本人对于中国人已经快要疯了，所以你今天当然要硬起来，你硬起来后，你看到他支持的竟然直接升高上去了。没有错，我们很难看到说日本的首相在就任之后，民调还是往上窜。上个月来讲的话，高市这个就任之后呢，他的支持度是68%，对，但是到这个月的时候，竟然没有掉下来，竟然高达69.9%，也是将近70%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哦，这样子上台之后，然后支持度那么高的原因，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有 guts。为什么有 guts 呢？因为他敢跟中国呛虾。你今天来讲，那么多的日本人在讨厌中国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前面那几个首相唯唯诺诺的啊，特别那些首相都是男的，然后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就不要得罪他了，讲话要务实一点。但是呢，高市早苗怕什么？高市早苗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而获得大多数的日本民众的认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的民调一直往上爬。如果中国可能做了更多动作来讲的话，高市如果越硬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民调可能会冲到70%以上。国政，现在日本跟高市早苗，大家以为想说是不是应该只是一个政治的攻防，甚至后面有美国在有个推力，但你说没有，高市跟日本他玩真的，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玩真的？第一个，他在军阶上面他把它改名了，他把它变成是过去军国主义的军阶之外。第二个观察指标，在经济上面这一年，日本的军工股涨得不像话，真的要弄了。所以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它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日本真的在改变了。如果你看高市的云端关键字，你会看到你刚才说的，包括自卫队的名字可能改，放宽宪法的改变。日本还要再出口武器，甚至要投资非常的钱到军工产业，所以你看哦，它政策里面你把它哪些智慧最大，就代表它政策最重要、最常提到了防卫力，对，投资次世代的都代表武器、大胆跟实践跟安全，这些其实是高市政策，你把它整个浓缩下来，你会看到它的路线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真的在做。那我用几个真实的现象来告诉你是日本发生了什么改变。从几家公司的股价，你看到日本的三菱重工今年以来涨了快1倍，干嘛你知道吗？它是造 F-35B， 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唯一能够造 F-35B。那它还会造潜舰，它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再来。川崎重工，股价也是同样大涨。你不要以为 Kawasaki 是在做摩托车的哦，它二战的时候它就会造航空母舰，它现在在造飞机引擎。那也因为高市在做什么？高市把 GDP 的预算、国防预算提到 GDP 的2%，再来它取消了国防品的出口。日本的武器现在是可以出口的哦，让这些公司的订单大幅增加，甚至它放宽什么武装冲突，有些国家被攻击的时候，日本是有机会输送武器，甚至帮助别人哦，以前是不行的哦，现在可能要修改哦，以至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像日本制钢所，这是三井集团的，它做什么你知道吗？它是被称为日本的莱茵金属，专门在做坦克的大炮跟坦克的钢甲的，其实做得非常的厉害。这些公司现在谁都在大幅投资。我们都知道，股神巴菲特不是看好日本5大商社吗？我告诉你，日本5大商社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5大商社现在股价涨那么高？你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讲日本真的彻底改变了哦。日经225指数现在多少你知道吗？5万多点，是已经早就走出了泡沫经济，是史上最高点。包括巴菲特这些人都非常看好日本的5大商社，他们在做什么？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军事订单大幅增加，所以他完完全全就是看到他的军工股，他的这个投资跟他的产量越来越多，从战机到潜舰到坦克，这些通通全部都吃了，所以。让习近平真正害怕，不是高市在讲什么，而是日本彻底在改变了股市创新高，日本的军工产业现在是大复活，所以它包括它大量的出口，放宽武器出口，还有一件事情是可能让中国更感冒的地方是，他也知道无人机中国很强，所以他要怎样？
大量的采购无人机，用598亿美元，金额非常大，大量采购无人机来对抗中国跟北韩日益升高的挑战。他知道中国无人机很强嘛，那也要投大部分的钱。那他跟谁合作吗？我往下一页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台湾跟日本合作不一样了。这是6月4号的时候，日本千叶县开幕的所谓的无人机展的时候，日本国家队跟台湾国家队签署合作，要做怎样建立飞鸿供应链？刚才不是讲了吗？598亿美金，目的要发展无人机对抗谁？中国跟北韩。还有北韩。所以你看到，这当然是我们已经下台的部长了，经济部长郭志辉，那时候带了谁？经济部台湾无人机的卓越联盟去。然后台湾有什么？其实我们只在想，我们台湾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包括台湾的晶片，搭配日本的精密机械，因为日本军工产业很强，它的工业基础很强，可是它缺什么？缺晶片。那如果我们把它搭起来，其实就会变得非常的强。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台湾还真的有业者已经打入日本的无人机产业链，这叫产锐。它现在它的无人机动力模组已经被日本的 eVoting 啦，或一些新创的无人机公司采用了。对，它原本做什么你知道吗？它做的是电扇。你说他原本做电扇，然后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扇，然后现在变成什么？它变成做无人机，而且它成功打入日本的无人机供应链。你不要小看电扇了哈，台湾的电扇除了做得好之外，人家还卖到马斯克他家了，马斯克他家电扇用他的，而且电扇什么？马达特别厉害，动力模组非常厉害，所以台日两国在这个联手下面，我们的晶片很厉害，我们相关的很多零组件很强。那日本也要发展，所以搭起来，日本不是玩假的，日本讲这句话其实已经默默的在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证据。再来，日本在输出武器方面，可能让它变成为世界军事强国，那这是中国可能真正内心在害怕的地方。我们看到也是最新的消息，8月的时候，刚刚讲不是三菱重工的股票今年涨1倍吗？为什么涨1倍？人家澳洲100亿哦，快2000亿台币，2000多亿台币啊，对不起，2000多亿台币，巡防舰是给三菱重工哦。他现在接到澳洲，那现在纽西兰也要跟他买巡防舰，他也很会造潜艇了。他造出来的潜艇其实只有台湾造价1倍，我们也可以考虑跟他买了，不用那么辛苦。那再来是全世界的法人都看好说，当高市这些政策改变，它亮刀出来，当然投资方面，你看到这个，它的标题写非常狠哦，日本自卫队配合高市扫描亮刀。大家都动起来了，亮刀，全世界都看好。所谓的看好，当然不是看好战争啊，我这里要补充，人家现在要投资的是什么？日本的军工产业是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所以这个叫本命名比实选，到最后最优实选的10档股票，然后你要优先投资日本御三家，就刚才讲的三菱重工、川崎这些造飞机跟引擎的，这些公司大部看好。那法人报告讲什么？在高市政策带动下，日本的产业链哦，国防产业链。它的研发比重会上升，所以武器会越做越强。再来，它会出口，所以它的国际市场会扩张的。所以未来日本的国防产业是会跨到全世界，会变成世界上一流的行业。日本的军工产业真的是彻底的改变，所以高市不是在玩假了，它做的是真的。日本可能是国家彻底在改变。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